尽管陈家的阴谋暂时被化解，江湖之中的恩怨纠葛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。陈家得知计划失败后，陈家书房内灯火通明，气氛肃穆。陈少坐在首位，表情严峻。陈明和另一位家族中的重要人物陈武坐在他的两侧。此刻，三人正围绕着失利的计划进行深入的讨论。陈明首先开口：“叶枫的实力远超我们预期，这次行动失败，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。明显，直接对抗不是最佳选择。”陈少沉吟片刻，然后缓缓说道：“确实，叶枫不仅武艺高强，而且心智成熟，我们不能再低估他了。这次我们太过急躁，下一次行动需要更加谨慎，更加周密。”陈武一直沉默的他，这时开口了：“我常年练武，8岁时就是武师顶峰了，现在已经踏入半步大宗师的实力，让我先去会会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，我就不相信他再强，能打得过半步大宗师的我。陈武，你的实力我自然是相信的，但我们不应该依靠个人英雄主义来解决问题。”陈少谨慎地回应：“叶枫之所以强大，不仅是因为他的武艺，还因为他机智和他背后的朋友。这次我们不仅要战胜他，还要智取，不再出现任何疏漏。”陈明点头赞同：“陈武，你直接挑战叶枫，未免过于冒险。你也知道江湖中的规矩，若事情败露，不仅是你个人的名声，整个陈家都会受到牵连。”陈武的眉宇间略显不服：“我明白这一次我们需要更加深思熟虑。陈武，你可以准备与叶枫交手，但这只是我们方案的一部分，我们会布置一个万无一失的局。”三人继续在书房中深夜讨论，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计划。会后，陈武默默离开了书房，心里依然轻视叶枫。纵观整个江城，能找出大宗师的也不过几人，我一个半步大宗师还会怕他不成？他的表面虽然必须听陈少的，但是内心并不服气。他想着跟叶枫对决，但不暴露身份的方法。最终，他想到了一个机遇。江湖上最近有一项武林大会即将举办，这是一个聚集各路武林人士比武交流的场合。陈武计划在这样的公开场合下，以另一身份参与，利用大会的名义与叶枫切磋，既能保持自己的匿名，又能公正地测试叶枫的实力。为了进一步保证计划的执行，陈武安排了一系列措施，包括找到可信的化妆师改变自己的外貌，以及制作假的身份证明参加比武大会。同时，他还特意研究了叶枫的战斗风格，以便在挑战时更有针对性。在大会的日子到来之前，陈武几乎将所有空余时间都用于提升自己的武艺，而此次比武大会的冠军奖品，一枚传说中的龙鳞玉佩，不仅是稀世珍宝，更拥有神奇的疗愈能力，能够治愈多种难缠的伤病，对修炼者来说更是大有裨益。叶枫的妹妹从小就怪病缠身，就算叶枫在修仙世界学到不少本领，但是对于医术方面仍是不足，无法医治好妹妹的病。叶枫只有取得龙鳞玉佩的力量，才能救她一命。在比武大会的前夜，叶枫坐在妹妹的病榻前，房间内烛光摇曳，将温暖的光芒洒在两人身上。妹妹躺在床上，虽然病痛侵体，但看到哥哥，她的脸上还是露出了微笑。叶枫握着妹妹的手，柔声说道：“小梅，明天就是比武大会了，我会赢取那枚龙鳞玉佩，用它的力量治好你的病。”小梅用尽力气，抬起手轻轻摸了摸叶枫的脸，声音虚弱却充满了信任：“哥哥，我知道你会的，但是不要为了我冒太大的险，你的安全最重要。”叶枫的眼中闪过一丝坚定的光芒：“小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小心的。这些年我在外学到了不少功夫，也遇到了很多挑战，但无论如何，保护家人永远是我最重要的事情。这次比武大会，我不仅是为了龙鳞玉佩，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，为了我们的家。”小梅微微一笑，眼中闪烁着泪光：“我相信你，哥哥，从小到大，你总是我的英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在这里等着你平安归来。”叶枫紧紧握着小梅的手，心中泛起一阵波澜。他知道妹妹的病已经拖得太久，
龙鳞玉佩能否起到奇效，他也没有把握，但这是目前唯一的希望。叶枫深吸一口气，重重的点了点头。等我回来，届时我们将一起去看江湖的美景，去体验那些我们从未有过的冒险。小梅轻轻闭上眼，嘴角挂着温柔的笑意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比武大会的当天，气氛异常热烈，来自四面八方的武者齐聚一堂，布满了整个比武场。主办方将比赛分成多个擂台进行，最终的冠军将会从每个小组的胜者中角逐产生。陈武以化名陈峰参赛，隐匿在众多参赛者中，他的装扮和举止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相较而言，叶枫的出场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他不仅是江湖传闻中的高手，更因为对乔布斯镇的保护而赢得了许多人的敬佩。那不就是叶枫吗？我听说他单枪匹马保卫了整个乔布斯镇。一位观众小声对旁边的伙伴说：“是的，他的武功高强，心地也善良。听说这次他参加比武大会还是为了救治他妹妹的病。”另一个观众激动地补充。与此同时，隐匿在人群中的陈峰及陈武目光紧紧地锁定在叶枫身上。他听到了周围人对叶枫的称赞，以及叶枫为妹妹参加此次大会的深情目的。他更想看看叶枫在擂台上的真正实力。只要打败了他，自己的名声从此也会一飞冲天。随着比武大会的进行，激烈的对决在各个擂台上不断上演，各路武者用他们的实力和招式展示了自己的武功。精彩的比拼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。在这场竞技和交流的盛会中，不仅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江湖高手，还有许多大世家的年轻一代代表参加。随着比赛的深入，一些实力突出的选手开始脱颖而出。来自雪山派的凌霄子以他犀利的剑法横扫同组的对手，赢得了满堂喝彩。而来自暗影流的暗月，他那近乎幻影的身法让人眼花缭乱，同样轻松晋级。其他几个大世家如金刚门的金破虚、流云宗的云飘渺等人也不甘示弱，各显神通，展现了他们世家的独门武艺。然而，在所有的比赛中，最受瞩目的无疑是叶枫的每一场对决。无论是速度、力量还是战略，叶枫都掌握得恰到好处。而陈峰虽然其真实身份未被人察觉，但他在每一次对战中的表现也让他成为了黑马，逐渐进入了观众的视线。最终，在经过连番激烈的争夺之后，各小组的胜出者相继出炉。6个小组胜出的分别是凌霄子，雪山派的精英弟子，他以其高超的剑法和深不可测的内力傲视同群，成为第1小组的胜出者。暗月，暗影流的高手，他那如影随形的身法和敏捷的攻击让人防不胜防，轻松夺得第2小组的胜利。金破虚，金刚门的翘楚，以其刚猛力大的掌法和坚如磐石的防御，在第3小组中脱颖而出。云缥缈，流云宗的代表，擅长运用轻功和柔力，以一种几乎达到艺术境界的武功，令第4小组的对手们望尘莫及。陈峰，神秘人物，实为陈武化名参赛，以其冷静的策略和深厚的实力，在第5小组中站稳脚跟。叶枫，乔布斯镇的守护者，凭借他均衡的攻防和过人的智慧，成功成为第6小组的胜出者。这6位各自带着不同门派背景、不同武学特色的高手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牢牢锁定了决赛的入场券。而明天将举行6人的抽签仪式，进行2对决，胜出的晋级到决赛。夜幕降临，比武大会的场地渐渐安静下来，但整个大会的气氛依然热烈。6位晋级者在各自的住处调整休息，为即将到来的决赛做准备。与此同时，主办方为第2天的抽签仪式做着最后的准备。6位高手将通过抽签决定2对决的对手，胜者晋级最后的决赛。第2天清晨，参加大会的各路武者和观众们再次聚集在擂台四周，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抽签仪式开始。擂台中央布置了一张大桌子，桌上摆放着6个签筒，象征着即将抽签的6位高手。主持抽签仪式的是一位江湖德高望重的长者，他走上擂台，面对众人微笑致意：“各位，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和关注，
比武大会的激烈角逐终于进入了关键的抽签阶段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有请6位胜出的英雄上台抽签，决定他们的对战对手。6位晋级者依次走上擂台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各自从签筒中抽取了一支签。凌霄子、暗月、金破虚、云缥缈、陈峰以及叶枫，他们从签筒中抽出的签分别展示在众人面前。随着长者的宣布，抽签结果渐渐揭晓。第一组对决，凌霄子对金破虚，凌霄子的凌厉剑法将对上金破虚的刚猛掌法，这将是一场力量与技法的较量。第二组对决，暗月对陈峰，暗月神出鬼没的身法对上神秘实力的陈峰。第三组对决，叶枫对云缥缈，叶枫对上云缥缈的轻功与柔力。6位选手各自回到休息室，心中冥思对策。对于陈峰而言，这不只是一次比武，更是证明自己和试探叶枫实力的关键时刻。而对于叶枫来说，龙鳞玉佩是拯救他妹妹小梅唯一的希望。观众们的情绪被彻底点燃，他们翘首以待那即将上演的精彩对决，期待见证武林中最顶尖的力量和智慧的碰撞。叶枫静坐在窗边，外面是一片宁静的夜空，星星点点，仿佛在为他加油打气。他的心中充满了凝重，小梅的微笑，一切都化作了他的动力。在另一边，陈峰、陈武也沉浸在自己的修炼和准备当中。他知道暗月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手，他的速度和技巧足以让任何人头疼。然而陈武内心也有着不输给任何人的信念。凌霄子和金破虚则各自在各自的房间内回顾着之前的战斗，寻找着对方的弱点，同时强化自己的优势。而云缥缈则在练功房中静静地进行着呼吸练习，试图使自己达到最佳的状态。随着夜深人静，各位选手都沉入梦乡，为第二天的较量储备能量。当阳光再次洒满大会的擂台，观众们一早就已经占据了各个角落的最佳观战位置。今天不仅将诞生进入决赛的选手，也可能会书写新的武林传奇。一声锣响，比武大会正式开始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第一场对决的选手凌霄子和金破虚走上擂台。随着擂台中央裁判一声令下，比武大会进入了紧张刺激的正式比赛环节。擂台上，凌霄子和金破虚准备交手，观众席上各种激动的窃语和打赌声此起彼伏。凌霄子迈步走上前，手中的青钢剑发出一声清鸣，他目光如冰。金破虚，可别让我失望，你的金刚不坏体传得神乎其神，今日我要看看究竟是你的掌法厉害，还是我的寒冰神剑更胜一筹。金破虚身材魁梧，面如重金，挺立如山，他的双掌就像2块金色的大炉，气温周围都仿佛为之升温。他笑道：凌霄子，剑宗出身，我自然不敢小觑，但我金刚门数百年传承也非吹嘘，今天就让我们来一决高下。观众们静默下来，凝神期待。2位高手一前一后站定，都是憋足了劲要拿出看家本领。裁判挥手，比赛开始。凌霄子如同弯弓搭箭般猛然发力，剑势如冰河天降，银白剑气几乎将擂台划出一道道寒冷的光痕。金破虚不闪不避，大步上前，他的掌风如同金刚狮子吼，声势浩大，空气似乎都在震动。寒冰哥，凌霄子低呼一声，他的剑招如同狂风暴雪，剑尖点点冰霜凝结，竟在半空中引起了寒流。金刚护体，金破虚大喝，双掌挥出金色气罩，不仅硬生生挡下了剑气，更以一股反震之力，试图将凌霄子的攻击化解。2人在擂台上你来我往，斗得旗鼓相当，武功招数不断交换，各式精妙绝伦的武技连环施展，让观众们目不暇接，纷纷叫好。经过一番激烈交战，凌霄子凭借机智和灵活的手法，成功地找到了金破虚的破绽，一个矫健的身形旋转，以剑势上的优势，最终以一记精准的剑招打败了金破虚，成为比武大会决赛的第1位晋级者。随着第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结束，观众们的热情被点燃，等待着第2场比赛的开始。暗月对抗陈峰。擂台上，暗月轻盈地踏步走上前，他的步伐几乎不带起任何尘埃，
仿佛整个人与四周的空气融为一体。他面对着陈峰，那双深邃的眼眸中似乎藏着无尽的秘密。陈峰站在擂台的另一边，他的姿态从容淡定，仿佛对即将发生的一切都早有预料。他微微点头作为问候，眼神中闪过一丝认真。暗月微微一笑：“陈峰，江湖上鲜有人知道你的名声事迹，今日能与你交手，倒也是一种缘分。”陈峰回以冷静的眼神：“暗月，江湖中你的名号如影随形，希望今天能看到你的真正实力。”裁判的声音响起，宣布比赛开始。暗月身如幻影，瞬息之间便消失在原地，只留下一阵清风掠过。须臾，擂台上下已是暗月身影重重，仿佛同时出现在了多个地点。这正是暗影流的绝技幻影。陈峰眼神不动，心如止水，在他的武道理念中，心境自然能破万法。只见他深吸一口气，整个人的气势似海潮般涌动，一拳挥出，不朝任何一个幻影，而是打向了中心的虚空。紧接着，只听得砰的一声轻响，众多的幻影瞬间消散。暗月的身形出现在了那一拳之下，他身法轻灵，勉强避开了这致命一击，面色微变，显出了一丝惊讶。两人在擂台上转瞬间的较量，已展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绝技。随后的比试中，陈峰依旧保持着自己的风格，以不变应万变，而暗月也没有丝毫懈怠。他以更加诡异的身法试图找寻到陈峰的破绽，两人的对决仿佛化为了一场智慧与力量的较量。经过一番精彩的对抗，最终陈峰凭借一次精准的反击，成功的将暗月的进攻转化为自己的机会，以一记决定性的招式击中暗月，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随着裁判宣布比赛结果，观众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虽然输赢已分，但暗月和陈峰的对决成为了许多武林同道津津乐道的话题。